来，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正慢慢靠近，新恋人正慢慢靠近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等一下选好牌的话，记得把号码留在留言区，让你们的共振跟连接更强哈。好，等一下近看牌的图案的时候，要看久一点的话，记得按下暂停哦。来，这是第1张。好，来，这是第2张。好，再来是第3张。好，那我想你们都已经很会选了哈，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好，来，我们等一下先抽5张牌哈，然后再看，再看轮盘上面的方向启示哈。来，我们先抽一张神谕卡来看一下这一天关于这一题哈，智慧之言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提示哈？来，其实通常到这一张哈，我都认为他是在跟你说，你尽量要发挥你本身所擅长的事情，你要去寻找你的可能有，你不可能只有单一个天赋，你有可能有天赋1、2、3哦，你可能天赋不会只有一个哦，而且你现在所擅长的那一个项目，可能你做的最好的那个项目，最擅长的那个项目，可能也不是你的第一天赋哦，它只是你现在做的最好的，而且它可能还不是你的最爱哈。最爱的某一种事情，你只是因为习惯它了，生活中已经习惯它来生存了，习惯它陪伴着你，所以你认为这是你的天分。但这张牌告诉你的是说，其实有可能不是哦，请你去挖掘你身上可能有的别种天赋，从你原本的经验，你过往的经验来说，你应该会找到另外一件事，至少另外一件事，你觉得做得非常轻巧，只是你没有钻研。你没有花太多的时间，那可能才会是你数一数二的天分哈。这里再做一个提醒。好，做这开场哈，来，我们来选5张牌哈，来做一个基本的压底哈。压完之后，我们再来看轮盘上面给的方向哈。来，1、2、3，好。好，再来2张。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轮盘在这里给的位置哈。好，哦，往这个方向去了哈。这个方向有一些能量了哈，它到了这个位置，刚好其实是落到了宝剑皇后所管辖的位置哈。我看一下，宝剑皇后，对，宝剑皇后的位置，但是底下有一些，比较有一些带有一些情感上的伤痕的能量了哈。我们要等一下再看看哈，这个新情人到你附近的时候是带了什么样的能量，所以他有点，他说不定已经回复了啦。但别担心，因为在这一个能量上面的时候，这里还是有金币10的一个蛮好的幸福向往的圆满结局的能量也在跟随着，好，也在跟随着，然后也有边边角角。边边角角也有正义牌啦，也有隐士牌的能量在这里，我们都直接把它转译成是塔罗牌的能量哈。虽然这是星座的星盘，但是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转译成塔罗牌的能量来做解释哈。好，那宝剑皇后做出发，但你不用太担心了，也就是比较像是说，这一份感情哈，应该会走向一种蛮确定性的、蛮多的判断的，然后蛮多的肯定的来进行的一种恋情哈。白话一点怎么讲，就是你会在他身上确定蛮多你需要的东西。蛮多的优点哈，你不会因为他一出现就莽撞的喜欢他，就算他身上有很多你喜欢的点，但是你还是会退一步去把一些理智面的东西都看到，再往这一份感情往下发展。同样的，他也是哦，同样的他也是哈。
不过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哈，就在这个位置，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旧伤口、旧回忆、旧疤痕，现在是好好的处理的时间哦。在遇见他之前，可能要好好的处理哦，因为你现在可能要面对一个新恋情来了。记得有得有失哦，有舍得哦，才会有获得。那你在这一份恋情要出来前，记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整理一下哦，因为下面也有一些呃土星的能量要将你往到真相那边去。什么叫做真相？就是到底是谁，好，要跟你有下一段恋情，哈，他已经开始这一条路已经开始往那里走了，所以请你这边要先准备好一下，哈。那你现在可能会有一种内在的心境。内在对于感情的不信任，或是已经锁住了，有点不太能够放得开去接受的时候，一份爱情的时候，现在也可以开始准备了哈，现在开始准备了。不要被宝剑二的能量影响。宝剑二的能量是一个背对着海洋、背对着大型的水能量的一张牌，请你面对着海洋，吸收他的精神力，吸收他的灵力，相信自己的直觉。看到这个人来的时候，你内心的直觉会大喊着，就是这个人没错，那就跟着这个感觉走哈。好，我看一下，这里目前是这样哈。好，这里做了一个基本的提醒哈，希望给你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向感，然后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看一下哈，钱币六，看这边我看错了，我看的正一排就这个市场牌哈，不太一样哈。来，是皇后。首先啦，以你们两个这一个相遇的结构来说，应该，我同时有来两个讯息。第一个讯息是可能会在一个介绍的工作，或是介绍一个 case 的一个接触的局面里面会认识到这个人。白话讲就是可能会有新工作来的时候，他在另外一个合作工作里面的一个人你没见过的，然后他会出现。但也有可能是他是在你的工作岗位被介绍来的一个新的人哦。但我有觉得他是一个短暂出现的人。所以有可能需要把握好这一次他出现的一个时间，认识的时间点可能蛮短暂的。可是他中间有一个介质，你们两个中间有一个人为的介绍让他出现哈，那他其实是来帮你的，或是帮你们团队的，或是帮你们公司的，他是一种辅助型角色出现哈，然后可是有一点亮丽的出现在你眼前。因为它有点像是救星，它是这个状态出现。那你们的关系不会在这边看起来不会在第一眼遇到的时候就一触即发的这一个感情状态，不会。它比较像是两个人有一点点眼神有对到，有一点感觉到这个人跟你好像有不同的感觉，然后他会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相处，进入到比较亲密、比较有个人对话的两个人个人对话的情况之后，这关系才会往比较像是要交往的方向走。所以前面需要有一点点的相处时间啦。好，如果没看错的话，确实是在工作上的环境上会遇到，因为我看不到其他的。我觉得确实是在工作环境里会遇到的人，他不一定是去帮你，但他会是有一个 support 的角色出现在你们环境里啦。好，那圣杯皇后出现哈。你们的关系从一开始遇到开始就一直慢慢的往爱情方向走。你们一遇到的时候，水能量就补足了，方向就是足的，倾盆大雨型的情感方向就出现了。那我是不觉得你们会在一见面的时候就有非常明确的感觉出现，我是不觉得有这个方向啦。我倒是觉得它是一个心照不宣的感觉。
你们两个一遇到一看到，心里就有一个两个人彼此都有喜欢的感觉会出现。只是动作你们所要往前要变更好，这个动作会变得比较慢，不会立刻去表达不会立刻去表达。好，这里我觉得有东西我想看一下，我想看一下这个，我想看一下，我想确定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不觉得它应该就只是在工作上了，我在想它可能会有别的我看一下3，没错，他有可能不是在一个很工作的环境遇到，他也有可能是在跟工作有关的交际应酬里遇到，也有可能是这个。不过从这2张牌看出来的意思，这个人他有一闪而过的气息因为你们两个的能量在初期连接的不够好。很有可能，如果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没有立刻抓住跟他的聊天的契机的话，第一次遇到的好印象，或者是能够立即有比较好发展的这个第一次机会，就可能会错过。不代表第一次错过就没有没有，因为他这个能量有在只是这里在说你们刚认识的那个能量有点快速交错过，节制牌所带来的那一个感情、爱情的能量如果是正向的话，应该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场，非常好的连接但是它逆位了，等于说第一次那个 hook 的那个钩子，我觉得不算是非常完美的勾住它甚至是非常薄弱的连接，所以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其实可能啦，就只有知道这个人在这样。那你们就像我刚刚讲的，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可能就只有到心照不宣的感觉，这样子一点点而已，很淡但可以现在更加确定的是，应该是在跟工作有关系的交际应酬里遇到，不是不是在公司里面遇到，不是在公司里介绍这种。没有是应该算是相关工作里面介绍，然后遇到认识的人这样，认识的人，来，好，这里的话，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来看看这2张好了骑士圣杯权杖国王。这里也是说了，你们两个的关系并不是直通去要往感情的那边，立刻就是要往那边发展下去了。虽然水能量很强，但是路径上好像不是，路径上好像要先走蛮多歪路的，要先绕来绕去才会到感情那里。所以我觉得中间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有工作的关系，让你们没有办法直接就，可能要等到这个工作、这个 case、这个合作。跟工作有关的东西卡住的东西都先过去了，结束之后，你们才有一些私底下的联络啦。可是可能在工作项目上面的合作啊，或什么的交流，就已经让你们感觉变好。我刚刚直接收到另外一个讯息是说，你有可能是个观察者、旁观者，他有可能是你的工作范围，可是不是。应该是说不是你的工作范围，他可能是在跟你的同事或是旁边的人在做合作，然后你有看到他这样子，你跟他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这边有一个这个讯息，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个能量应该算是独立型的，然后工作其实没有造成你们两个感情的干扰，只是工作造成你们两个感情发展的一道隐形的墙。所以我发现这个独立性来说，我觉得它不太像是跟你是直接有工作关系的，它可能是跟旁边的人有关系的这样子。那还在工作的范围里的时候，我觉得它不会立刻直接的就跟你有任何，除非要到末期，整个工作或是项目到了一个熟悉度或是整个工作快结束前，它才会有一些主动的东西给你那这一份火能量因为他在这个牌阵里的位置，我觉得他，
没有发挥出来，他应该要发挥一些你们两个的吸引力跟好奇心要发挥出来，可是他掉到了水里，所以他这更火把的火能量并没有完全出来。很可惜的是，国王能量，而且又是逆位哈，表示他没有发挥出来，所以你们要开始有一些情愫，往有感情的发展，可能前面真的要一下子，真的要等一下子哈。好，我来看一下哈，因为现在还没有说他到底出现了没，还是要什么时候出现哈？我来看一下，我先翻2张牌来看一下，他现在已经出现了，还是你们这个场面已经遇过了？好，我看一下，因为我想确定一下时间点哦，或是还没哦。好，就这2张。他出现过了。它出现过了，可是你们没有什么，这跟我刚前面讲的一样哈，这就跟这个一样这里牌就跟一样，只是这里确定了它出现过了，你们有交流过了，只是连接的不够好，确实是出现过，里面叫连接的不够好。那所以他现在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现在跟你有一个隐形的墙啦。有一个隐形的墙哈，它会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哈，工作范围它会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可是你们还没有那个情感的立即性的交流跟往那边发展的讯息还没有，确实是要把这些东西都清理掉之后才会有可能出现哈。好，那这个时间上来说，其实照你现在的观察，你应该会观察到是谁啦，很有可能很有机会哦，因为他已经出现了哦，他不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哦。来，我来看一下理智面的牌，来讲一下你们两个现在这个情况哈。我换个题目，我想看一下大概还要多久哈？因为我不太觉得一定要等到这一个工作的东西都结束了之后，你们才会有感情。因为我有慢慢的感觉到这个水能量一直在往上发威哈，它比较像是说，当它出现的频率变高了，你看到它的频率变高，它就会找到一个机会来跟你有近距离的接触吼，因为我觉得它耐不住性子，因为水能量蛮多，它需要倾泻，原本已经有很强的水能量，加上不断的有一些接触跟眼神的交流之后，会在累积，会溢出，所以它必须要使用这个水能量哈。我来看一下大概时间上哈，2跟10啊，就在最近哈，其实如果以我觉得他说的就在最近哦，他这个牌哈，除了说就在最近之外，他还说他其实已经有靠近你，有表示过了，可是好像没有收到哈。他已经试着跟你有更进一步的聊天过了哦，我只能得到这个讯息啦。我不知道结果如何，可是我发现他已经试过了哈。那如果你没感觉到他近期还会再靠近你一次，让你表达一些对你的好奇，或者想要再跟你更近一点吧，因为他那边的水能量已经开始往这边倾泻过来了哈。所以如果你敏感一点，你应该有感觉得到有一个人好像在默默的、慢慢的靠近你哈。那如果我要排除工作范围来想一下这一件事情哈，我想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这边得到讯息都完全没有你原本朋友圈的讯息，它都一直是一些工作的场面哦。好，所以他正在慢慢接近你啦，他也在找机会了哈，他也在找机会。好，可是我觉得他只是希望可以跟你有更多的互动而已。哦，要到很明确的说喜欢你，想试着交往看看，我觉得还不是现在，因为他现在只是水能量的一种溢出，
好，水能量的一种溢出。这边还没有看到一些肯定的东西，好，肯定他想要做的下一步是什么？他现在就只是想要更多的好奇心，想要更多的接触你，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样哈。好，我来看一下3张牌，看一下整个状况，有一些提问，我想知道哈。来，就这3张。好，牌子说他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是，他还在摸索怎么靠近你，还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所以他应该会佯装成一种比较一般朋友的状态，他会找一些话题来跟你随便讲一下，他不会有太强的主动性，就是太强的让你知道他是对你有特别的好感。他会用一种非常闲话家常的方式，先跟你慢慢的接触哈，然后他会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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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中间找到线索，找到更好跟你相处的契机，找到你喜欢的话题，找到你喜欢的东西，找到你的时间轴，找到你的时间表，他会找到很多很好的机会，慢慢出现在你眼前，慢慢跟你比较接近，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人在。可是有一件事情哈，你们其实你遇到他，或是你们很接近，都是他刻意创造的靠近的机会。基本上，你的工作范围跟你的工作区域，不管是什么内容啦，你跟他距离其实是蛮远的。他这边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是，他每次出现在你眼前，都是他找好机会靠你很近，基本上他离你很远。他的工作范围、工作项目各方面都其实离你很远。好，打个比方，他也许是在楼上工作，可是他会一直想办法找机会到你们这一层楼工作，然后来看到你。然后再找一些话题，找机会来跟你讲讲话，一点一滴的跟你有点互动，让你有印象哦。然后可是他会从一种非常非常淡的朋友开始往上慢慢的爬，好，爬进你们两个会更好的关系里，不会很快，不会很快哈。我觉得，因为这2张牌告诉我不会很快，而且他非常有耐心哈，他不会急。所以等到他要真的让你告白，让你知道说他很喜欢你，我觉得还要一阵子，还要一阵子，没那么快。但是他已经，如果以牌现在是在已经这边有讲说是已经发生在进行中，所以他一直在慢慢的靠近你哈。其实你只要敏感一点，思考观察，你应该知道会是谁哈。好，来，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哈。第2号牌。那我们一样哈，会先从5张牌啊。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正慢慢靠近哈，新恋人正慢慢靠近。那我们会先从5张牌来看一个基底的能量结构哈，然后再看看要不要看分支了哈。好，先从5张哈。好，2号、3、4、5。好哈，来，那我们一样再抽一张神谕卡来看一下这一组牌会先给的一个指引跟启示哈。好，看看是什么。好，一样只读图不读字哈。我第一个直觉这是一个净空状态，你们当然一定也是这个感觉，对不对？但是你要看仔细哦，它是一个扬升的状态。它是一个轻飘飘的状态，它是一个扬升状态，它似乎应该是希望你们能够放下更多的东西，然后让自己进入一种随风自然飘散飘渺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时常冥想，你试着冥想，你会发现冥想大概到了20分钟之后，你的感官会开始浮浮的哈，会有一些比较亮的颜色会出来哈，然后会有一些，如果你长时间的话，你会有一种可能有一种时间穿梭的一些讯号会开始出来，然后你会开始觉得比较轻哈，大概就是这个的状态，你会开始比较轻，你会开始比较用额头以上的部位去感受整个世界的能量，就像这个扬升的状态。
所以这张牌哈，我觉得虽然我叫你们忘记这个字，但这个字似乎很符合这个图哈。他希望你们放下你们现在很多的期望、很多的期待、很多的渴望、很多的对自己的欲求、很多的对自己的要求哈，先放下。也可以说，先从原谅跟谅解自己开始，而不是要求自己开始。先让自己轻下来，然后看很多事情，你会发现有很多你期待、你所欲望中追求的事情，你开始会变成一种旁观者而置身事外，反而事情看得比较清楚，反而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有点中空了，有点轻了下来。那这个会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就变成怜悯心会变得比较强，然后内在的压力也会减少非常多。那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比较能够感受周遭的所有的小细节，我认为是共感更强啦。但是那是因为你内在的东西空了之后，就开始很多感受就能够进来填补。但是这个有一个小小的危险，也不是说危险，就是有一个小风险，就是你会感受的太多。那你准备好接住了吗？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训练，一点一点的让自己空了，然后接住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事情就没有很多事情就没有你想象中的大了哈。那来，我们回到今天这个题目哈。它虽然这张牌跟今天的题目有一点对冲，因为今天我们是希望期待新恋人快点来嘛。但是从这个点做出发的话，我想运用在这里，它可能有一个提示，就是说，无论是任何人来，任何人出现，第一，我们都不要拒绝的那么快；第二，我们多欣赏对方的优点，而不要用一种武断跟判断的方式来决定这个人的好坏。因为每一个人，你常常看牌，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人的好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展现出来嘛，哈。那我们用一种比较中空的自己的方式来去当成每一个新的人出现的都是一段全新的经验，而去感受其中的美好就好了哈。从这个做出发，我觉得还蛮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能量哈的位置，中间你们两个的基本的方向哈。好，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比较多的风能量了哈，但是有一些土能量，当然会是比较多的困扰了。所以，它就有两个方向哈，就是新的这一个人来，他应该是正在处于一个很多烦恼的阶段哦，然后但是也看慢慢的变好啦。他近期应该有蛮多的，我觉得应该算是工作上的或者是生活上的烦恼，然后他在努力中，那我不知道这个时间遇到你好不好啦，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这个状态里面相遇的时候，我觉得你会蛮多的体谅，因为我这边看到你有一种疗愈他的一种性能，一种能力，会在接下来你遇到他的时候会运作起来，很特别哈。也不太像是说你吸引着他，或者他吸引着你，而是这个能量好像有互相的填补，有一个填补作用，让你们两个遇见哈。因为我看到从这里来说，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能量算低的，他的整个状态能量算低的，然后情感的能量哈，因为他这边有连接到了一些恋人牌哈，然后他也可能会从一些你的朋友方面来认识他，这个先不重要，反正就是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瞬间特别有感觉，但是好像很难持续下去，因为好像这个人感觉就要从你眼前离开了，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因为他所带来的状态比较像是说，他现在有很多心烦的事情，他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这一件美好的事物，什么美好的事物你的出现，他突然发现他现在好像正在负担有非常多的事情，他有点负荷不了，再多一份新的感情。可是你的出现似乎给他一种很强的疗愈感，他又没办法立刻舍弃，可是他所释放出来的对爱的需求的能量就偏弱，他会只有一瞬间。所以你们第一次见面，你开始遇到的时候，如果没有很扎实的勾住，很扎实的聊天，留下联络方式，或是持续聊天下去，或是隔天后面再有联络方式的话，那他这一个感情可能就这样子擦身而过了。哦，这是他出现的时候的一个状态。那
主要还是因为是现在它的状态，然后它有一个速度，很像是你最近就会遇到它了。哦，这个状态最近就，因为它有一个风能量的及时性还蛮强的。但我自己个人认为，如果以这个状态来说，我觉得还不如再等一下再遇到。可是如果不是近期这样快速的遇到之后，后面可能遇到的几率就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多了。哦，只是你们这个初期见面的状态，可能以能量来说，并不是非常理想啦。哦，以能量来说，并不是非常理想，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契机点。哦，那个填补作用很明显了哈，你很快的就会在他身上发现你的功用，你能对他给予什么帮忙，很奇妙的一个相遇哈。好，没关系，我们再来看后面的。好，看这3张哈，你们一开始的相遇，我觉得确实是不是从爱情感情上直接跳上来的一种关系哦，它不是这种能量，它不是这种能量，它它像是一开始确实是有一些比较朋友式的相处、密集式的相处，从这里再到这里哈，我一直觉得他在遇到你的当下，有一种内在的需求、渴望跟想要被协助、被帮助的心灵被你发现了，被你感受到了，所以你们初期会很快的就进入一种比较好的朋友、比较能聊天的朋友的状态一阵子，然后会常出去，会，但是它不是一种恋爱的状态，它是一种好像我该说是一种熟悉的老朋友的状态吗？也不像，它比较像是说，算一见如故嘛，但又不像，它比较像是说，突然在他的世界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很能了解他的人，所以他就突然珍惜了起来。哦，希望你不要走，希望你常常出现，但是会用一种朋友的方式让你们两个常常相遇。所以金币国王的牌在这里哈，它诠释了你们两个这个状态会有好一阵子，而且是非常稳固的、非常扎实的，会持续走下去。好，是被控制住的这个关系。当你们遇到之后，两个人关系好像走出了另外一个故事线，会一直这样往下走，是非常稳定的哈。那这个塔牌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这个逆位的愚人牌哈。他这里讲的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不太像是走入了一个新的故事线，而是你们两个本来就该交集，而是把你们两个人的故事线重叠起来，好像你们生活中缺的都被对方补起来了。所以以逆位的愚人牌来说，就变成说，我觉得以他原本的意义，莽撞啊，把事情搞砸，然后什么天马行空这一切，我觉得都不在这里发生。我觉得他这里反而比较发生说，比较像是你们两个相遇之后，变得比较做任何事情都变得比较有安全的值就出来了，冒险、风险、冒险。做任何事情的冒险的可能性都变低了，因为你们两个有一种高度互补状态，好像本来的弱点都被对方补齐了，所以我才说这个安全值各方面都提升了。即使你们去挑战一些事情，去做一些类似冒险的事情，好像两个人成为伙伴之后，一切都能够迎刃而解，就变得没那么困难。所以这份愚人牌的逆位的那一个乐观的冒险的挑战的未来的效果，就走向了另外一条路，比较走向了难度降低了，冒险都不像冒险了，好像所有的挑战的难度级数都降低了，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的搭配，你们两个的互相补齐，能纵观的视野变广了，能洞悉更多的危险，能洞悉更多的困难，好，有点像是一种完美的组合，好，所以它这个牌愚人牌逆位的那一种难处，我觉得就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我说你们的这个相遇有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契合。当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他又刚好在一个
很需要有人理解他现在的烦恼，需要他的困境的时候，那一个薄弱的、衰落的能量的状态的时候，刚好遇到你的时候，你立刻就补足了，补足了他的视野，补足了他的弱点，讲出了他想听的话，他需要听的话。虽然遇到的状态并不是非常完美的，其中还带来了非常多的不安，还有一种非常萎靡的、崩坏的心境都有哦，有很多哦，有一种内缩自卑的心境都在他那边，但是你的出现就不知道为何的，在我看来就立刻被整治了，哦，很奇妙的感觉，但是他并不是立刻奔向于爱情的路上，不是这个哦，他会在一种两个人的价值成为一种很互相认可值变得非常高的一种对等价值出现的时候，你们会在一个协力状态走一阵子。情感的东西，我觉得都在比较后面，甚至还没那么重要。情感的东西还没那么重要哦。那这张塔牌在这个位置所讲的是一种重建啦，它有很多意义，崩坏、重来、毁灭各种，在这个牌上塔罗牌说可能算是最糟的牌，可是在我看来，它现在在这个位置是属于一种重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出现救赎了他，改变了他，那对你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当他好了之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的最佳拍档的关系就出来了，你的盲点、你的缺点的弱点就会立刻被他在各种方面补齐了。只是他现在是处于一种比较衰落的状态，他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展现出来哦。我想，不过我从这里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啦，也不能说真的，就是说，如果他这个衰落的情况，他自我恢复之后，他可能在眼界里、眼光里就看不到你了，因为那一个吸引力、那一个互相填补的缺就没有了。所以近期，我觉得近期他这一个状态，以现在来看呢，他现在这一个非常衰弱、比较很困难、有困难、烦恼非常多的这个状态，反而是让你这边的能量发现它的一个契机点了。所以风能量这么多，近期我觉得不会多久，它就会出现在你眼前了。然后是靠朋友介绍，或是大家一起朋友出去的时候认识的哈，他是在朋友圈里面会认识到的。来，我再往这边看哈，好，帮我建起，节奏真的很快这一组哈，它要出现的速度很快哈，无论是表象的或是底下能量的推动哈，风能量似乎都往预见它的方向吹去了哈。那我得到一个特别的讯息，有呼应到这张牌哈。他这边说，这一个人所出现的样子跟各方面可能会跟你原本所期待的情人的状态不太一样，但是你要刚刚我们说的，当你内心比较空的时候，你就能够有共感比较强。你们遇到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一个非常强的共感，去感受到他现在的处境，因为他也有一种隐藏性，他并没有非常外显，可是唯独你能感受到他现在的处境，这就是你们两个一开始能搭到最坚固的桥梁的一种直觉哦。好，记得哈，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并不是一种爱情上的喜欢而去在意这个人哦，他有一种你真的觉得他需要你，好的一种很强的陪伴感出现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一个人了，是你要陪伴他的那个很强的陪伴感哦。然后，帮你看一下哈，还有什么可以看？我突然想看一下他现在离你多近了哈，因为他这边并没有还没出现啦，他快出现了。我们看多近或看时间有用吗？因为它其实就已经快要出现了。好，好，我来看别的哈，来看一下有什么事情需要提醒你一下的哈。好，因为塔罗会有一些额外的我们没发现的主题的讯息了哈。我看一下这里七这里又出现，刚刚这里也有出现哈。那个不安、锁住各方面出了什么事？他这边有一点点在说，
因为在你们两个最靠近的能量最靠近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要去寻找你哦。而且他的能量是一种闭锁往内缩的方向哦，他可能大家一直就说他也会躲在人群后面讲哦。那这边有说，如果没有人作为你们两个介绍的一个桥梁，你们几乎不会自己跟自己发现彼此自己跟彼此发现彼此没有这个讯号，需要有别人的帮忙的这个讯号。刚前面也出现，这边也出现这个倒是一点点风险了，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确实有点蛮容易错过的好，但是我相信你们会遇到啦因为以今天的能量来捕捉到这个人的话，我相信你们在最近的时刻的时候一定会认识到，而且你一定会非常感受到他就在附近，而且你一定会很想跟这个人讲话。无论有没有介绍，你一定会发现他的存在的。我对这个讯息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因为我都还有一些画面你们会在一些茫茫人海，或是在大家一起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你会特别去感受到他的萎靡的弱能量，反而在你眼前是非常耀眼的我不确定他会不会主动来跟你说，可是我觉得这个能量比较弱，因为他这边除了有宝剑八的能量是比较内缩的，眼睛蒙蔽的，不太看得到的，他还有他还有圣杯四的能量，听不到也看不到，所以双重能量下来，他不太会发现你的存在，或是他会把自己的感受力削弱了。因为他现在对感情的欲求也比较薄弱，所以他就不会特别去看人这样。所以以今天这个状态来说，他应该比较像是被你发现的角色被你发现的你是主动性的那一个。但是记得还是要再提醒一次，你们的两个一开始能量并不是爱情的，比较多的是怜悯、同情跟友情的状态它是一种很淡的这一种东西开始往上发芽的。好，我再翻另外一个是两个人关系的牌面上的图。今天这讯息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发现他了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很接近你了，只是看到他、遇见他、发现他，这个似乎有蛮多非常隐晦的状态他很像是在一个晚上发现一个影子的概念双重残影这边说你们势必要遇到，势必要一起生活的。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会有蛮浪漫的事情会发生，因为你们两个是非常契合的但我觉得相遇的难题给的太重太深了，后面都蛮多好牌的。你们可以拥有绝对浪漫的相处，你们还能够拥有非常细致的生活这是未来性的这是你们在彼此相遇之后两个人的生活的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来，他这边说是他找到了你是他找到了你，但他必须要度过他自己现在的难关，他必须要有点蜕变的感觉啦，不然他无法，他就算找到你，他无法拥有你但是我看这牌这个顺序，我觉得你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颗幸运星，所以是他找到你他也会因为你而被治愈，在升华更突破他现在的难关，是会的是会的。所以也因为这个讯息很多，这种讯息很多，你一定会出现在他身边，然后成为他很重要的人，这个讯息很强。所以我
就不会觉得说，即使他已经出现在很近的时候，你会错过他，你会那么错过他。也因为我们刚前面说有猎人牌的能量，你们很可能擦肩而过。但是我觉得，光是在同一个范围里出现连结性的能量就已经非常强了。我不认为你会真的错过他，我觉得你会非常在意这个人出现。他因为他的能量算比较内缩的，所以他会有一种不相信，或是会有一种不期待。所以，即便他遇到你，他看到你的时候也是在意的，但是他的主动性跟动能就偏弱。所以他最多只有内在的能量能够吸引到你看到他，可是你们俩的关系初期一开始碰撞，开始聊天有内容，更深入的理解内在的事情的时候，都算是从你这边比较主动的。好，但只能说，我只能说对你来说，以你的角度，我觉得你要顺着心去做哦。好，不要有太多的犹豫，不要有太多的判断。好，顺着心去做。记得像这张牌一样，试着把自己的内在心境都先放空，你就能够听到周围很大声的声音了。哦，也能够听到你的直觉在呐喊什么，在给你指的方向是哪一边。记得哦，内在塞太多，你现在的心境塞太多东西，没有清空的话，真的很难听清楚是你的声音还是外在的呼喊声跟求救声哦。哦，这个一开始就已经下了这个定义。我觉得他下这个定义主要还是有点像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会有一些状况，你必须要共感非常强，好，才能够发现他的存在，才能够感觉到他的欲求，才能够感受到他发出的求救信号。应该似乎是这个方向哈。好，这就是2号牌哈，虽然有点难度，然后有一点点在挑战你、刁难你，但是从后面看起来你们是非常适合的哈。我希望这个人赶快出来，我希望他出来你就能够立刻发现他哈。那祝福你哈，谢谢你来听哦。来，接下来是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在慢慢靠近了哈，已经在慢慢靠近了。那我们一样哈，先从5张牌来压一下整个基底的能量，然后我们再从其他的位置来分支找一下能量的线索哈。来，第1，第2，好，第3，第4哈，第5。好，我们来翻一下神谕卡给的这一组牌的一些启示哈。通常这个牌翻出来的启示都可能会跟后面有所联动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建议哈。为了遇到这个人给了一些心灵建议我们可能先听一下哈。看一下，这张牌虽然我常说不要看字，但是我每次还是看到还是被影响哈。那我们就顺着它走。这一个人应该就是跟你非常相似的能量了哈。那从这张牌我们要学习、要感受到的是说，我们要把跟我们相似的能量遇到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一种镜射哈。如果我们能量那么相似，我们可以这么相似，表示他的缺点也可能是你的缺点。好，那你们可以修正，从他身上可以修正自己。但优点的话，就是我们用2倍的能量去强化这些优点。好，但是通常一种 twins 状态的相遇都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们的盲点也会相同哦，所以你们要更加的关照彼此的存在哈。那这一个部分，他这里也在讲，你跟你自己其实也是一个 twins 的状态。我们常常把自己当成是只有一个人，没有哦，其实你可以分出另外一个自己。你可以有时候想象你在跟你自己在一起，你就会有主客观的方式来看待你自己。所以这个 twins 牌也是在说我们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说的，你遇到一个相似的人，是不是更需要小心你们的缺点是一样的？所以你回到你自己，你跟你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凸显出你原本的那个缺点。好，那你就会发现我有很明显的缺点跟很明显需要修正的地方。从客观的角度看自己或主观的看自己都会发现的时候，那就是时常要调整自己的时候。它比较像是一个内心有一个镜子啦，我们时常在照镜子观察自己那以今天这组牌的话，可能它有一个趋势会比较像是，确实会遇到一个跟自己蛮相像的人。那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就是互相检视跟互相 support 因为我们的盲点都一样，我们要成为彼此死角、眼神观察死角的另外一个监视器，另外一个眼睛啦来互相保护彼此
好，互相保护彼此。好，来，那这张牌先给的一个启示方向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现在能量的状态哈，即使是它已经慢慢接近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情况哈。来，好，以这个方向来说，有比较多的金币能量哈。然后我相信你们的相遇有可能是在工作上的，有可能是在工作上的。那他有可能是你的对手，不同公司的对手，他是一个相似的工作，但他也有可能是你工作难处上的一个帮手，因为他有两个讯息。但我觉得他比较偏向是帮手。哦，那他是新的角色吗？我没有看到新的这一件事情出现。不过他不在你附近就对了。哦，那你们两个要产生恋爱的情愫，好像还要走一下子，现在才开始起跑。因为他这里的风能量是宝剑骑士啊，有一些宝剑六的能量在慢慢往才开始走啦，才开始往那里走啦，又有一些星星还需要走一下子的能量哈。但是以缩小范围来说，像我刚刚说工作范围来说，他虽然跟你是雷同的工作，那我刚说也有可能是对手，主要有可能是他在跟你是不同的部门，或是你们是同公司，会在不同的地区，会有竞争业绩的压力，所以他是你的对手，有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他跟你在同一个系统里工作，是在不同的工作内容，所以虽然看起来很近，可是你们两个在同一个，譬如说在同一个公司大楼，却没有很明确的交集。所以也就是说，他有一点点方向，就是你们要在这一个同一个空间里面行动的次数、时间在更多、更久、频率在更高之后，才会慢慢的出现在彼此的眼前。它会累积一种空气中的熟悉感，慢慢的会在意这个陌生人的出现啊。那这个题目出现了，你们可能没那么认识，他可能是离你很近的某个陌生人，然后他会有一种影子效应哈。就这个人常常用一种影子的方式在你附近出现，所以对他的剪影、对他的形状各方面就开始有点熟悉了，所以你会慢慢觉得会有一个同一个人在重复出现在你的视野里，但你不知道是谁，所以他会等到你们两个真的认识了，或是真的把彼此看到眼里的时候，你们不会觉得是一种超强的陌生感，而是会在陌生中找到某一些熟悉的重叠。哦，白话一点讲就是真的太长，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常看到彼此啦，但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不在意这个人是谁。好，所以真的认识的时候，知道这个人的名字，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时候，才会有一个讯息，就是说，哦，其实我平常常看到你呀、会有这样子的讯息才累积出来哈。那总之以这边看到他离你非常近了哈，他也已经出现在你眼睛里了，但是你们就是还没有认识哈。好，来，其实我在觉得哈，这么多人从你眼前重复出现，但你会开始累积到他的，主要还是因为能量的相匹配啦，哦，那个熟悉感才会有这样子慢慢的累积出来哈。来，我先看这里，他确实是一个很陌生人的状态出现。那你们彼此的情愫要挖掘到对彼此的喜欢，也不会在真的认识的时候就跑出来，他需要一点时间哈。他比较像是真的深入了解了这一个人之后，才会开始有喜欢的情愫出来哈。那皇后牌金星能量是逆位的，也就是说你们的情感的雕琢跟建立结构、爬升、累积速度确实是偏慢的，速度确实是偏慢。它真的会从一种很淡的。很淡的关系往上走。这两张牌都说那一个恋爱、爱情在一起的答案都还很遥远，都还慢慢走哈。那你看哦，这张牌国王哈，金币国王也说，你们甚至生活上也没有非常大的交集，都一直只是在一个空间里范围里面走来走去，都没有任何的连接。这三张牌都在讲说，如果我们要追求感情、爱情这个方向来说，都还不是最近，也没生活上也都没有接触吼。可是对应到这里了，这里讲错了。
这里，它的方向性有出来，好，有把你们吹向会在一起、会认识的风已经开始吹起来了。只是你们会不会往那边走？会，但是移动的速度有多快就不知道了哈。只能说，因为我一直感觉到你们在共用一个区域的空气、氧气吧，能量，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近。那不知道要再等看看哈，也许我们抓到的太出奇了，太出奇了。好，没关系，我看看如果有疑问，我再往下翻哈。进国王哈，使者都是宝剑能量哈。这么多宝剑能量，这边有宝剑能量，这边也有宝剑能量，这边也有宝剑能量哈，风能量，表示说你们两个人中间的关系都还没有稳定下来。什么叫做稳定下来？就是你的故事线跟他的故事线都还在走自己的，都还在这样子走来走去，这样都还没有并行，都还没有对齐，还没有任何连接，就在附近绕来绕去，绕来绕去，都变成一种没有关联的相遇，没有关联的在附近跑来跑去，这样还没有一个正式很强的连接，这边都还没有。我觉得现在能量最大的诠释方向就在附近，靠很近了。好，但是还没有办法出现感觉，因为主要是还没有真的认识，并不知道。我跟你讲，甚至你们两个连彼此的声音都还没有听过，彼此的声音都还没有听过哈。好，这真的算是一种，就像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可是他这个又很 pure 的，就是一个陌生人。我再看一下。风能量真的很强啦，无论从这里到这里。而且难得出现的一些土能量，都还是出现在一种非常闭锁的、个人的，不是外向型的，是内缩型的哈。然后难得出现这个金星能量，又是逆位的、背离的，不是为了你们而存在的，或是可是还很遥远这样。好，目前看起来状况是这样，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翻哈。我们就直接往时间的方向翻啦，说这个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哈？你们开始会认识，有关系又比较进展，应该说我们就先问，当你们两个开始认识的时候，大概还要多久哈？什么事件什么我们都先不管，我们就先直接抓时间，大概还要多久？看看能量的趋势会怎么说哈。半年吗？1、2、3，对，5个月，5个月多，才会有比较好转。这有点偏久哦。不过能量确实是这样转，这样讲的话，我再看看还有没有一个方向。最快了，就是下一个冬天。最快就是下一个冬天哈。3个月吗？就是3个月是5个月，我觉得它能量比较落在5个月左右，可能要到冬天的中间加下一个冬天的中间你可以期待看一看，因为它这2个能量所落的点在附近啦，就在1季之内这样。可是离现在来说，这个区域还大概至少3个月以上，我觉得它已经到第5个月了所以才会开始有一些比较近的连结吗，或什么？来，我来对这一个时间点来翻看看它给什么讯息。我看，哦，我刚会错意了。金星能量在这里，这是牡羊座能量那我刚怎么会忽略这是牡羊座能量？没关系这个我先讲，我再重讲一下这个位置但也没有偏离太远了，它还是一样是火能量，那个动能还是往反方向走啦也不在你的掌控之内啦，其实也是差不多啦，没有什么差太多。
因为他是皇帝逆向，他也就是说他不在一个失控状态了，所以即使你内在有一个欲求要往爱情方向，他也不会往那里抓，反正他就是也是不在我们的掌握之内了。哦，没有差太多哈。来，我再看一下这个。如果以这个时间点来诠释的话，我看你们会有一种，你们会因为两边的朋友或是同事工作关系而联络到，可是我觉得他是朋友关系会联络到。然后，当你们两边的人有共同朋友之后，金星能量就会开始发挥，而且它是正的哦。那你们两个他这边讲说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情感能量就会出来了，所以表示你们应该是一开始就能看对眼，一开始看对眼，而一开始就是彼此会喜欢的类型。因为这边有说，当这一张教宗牌的能量开始发威的时候，哈，金星能量就开始，虽然它是逆位，它逆位的感觉比较像是说很虚弱啦，很难得，非常卑微的，非常小，很难得你们会有两边的朋友突然认识了，突然连结了，非常薄弱的能量。也就是说，这两边的人遇到，但它可能不会变成一种长久关系，只是突然有一些连结。就在这个连结的虚弱、难得、稀罕的状态里面，然后你们两个遇到，两个人会认识。哈，那权杖一也是所谓的侍者，也是虽然的逆位的啦。哈，只能说。能量似乎在说，在这个时间里，让你们两个相遇，已经用尽了非常多的能量了。那就要看你们当下的时候，两个人遇到的时候，情愫跟那个情感在内在升华的力道有多强。但是我相信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会非常有感觉，因为它是用皇后牌的金星能量在做发威。我问了怎么诠释当你们遇到的状态来说，出现了皇后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爱情牌跟感情有关的牌，好，我就出现节制牌跟这个牌，我都觉得算是会立刻就会有非常有感觉，你们遇到的时候，所以就期待一下吧。我觉得遇到就已经非常好，非常稀罕了哦。那这两张牌只能说很努力、很努力的用最微薄的能量去把你们两个遇见了，已经尽能量所能了，所以你期待看看，然后这个状态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你们两个人的连接关联哈，就是如果以未来性来说，我们现在先肯定你们两个一定会遇到，一定会开始相处起来的状态来说，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你们是彼此什么样子的角色？那如果你们会遇到，为什么要让你们遇到？哈，看看他能量怎么说哈。但是我觉得以这样子来说是会啦。好，好，这个再两张，先看这个。你们一开始会因为一种对彼此的好奇，你们对彼此的好奇会非常重，而且他是会在一种，他确实是用朋友圈的方式，会一种朋友跟朋友介绍的状态里面的时候，遇到彼此、认识彼此，确实是要朋友圈，朋友跟朋友的重叠然后一瞬间就对彼此非常就有一个好奇心，然后这个好奇心的使然。让你们对彼此非常在意，然后金星能量就会出现了。金星能量的皇后能量的那一个能量就会因为这一个触媒，然后就开始会往下发展。这个这个讲起来就跟刚刚前面讲的顺序跟能量是搭配的。那你们两个是彼此的，首先，这张牌出现，只能说你们两个就跟我刚刚说的，你们遇到的时候就会非常有感觉。恶魔牌有说了，出现了，你们两个是彼此的菜啦，是彼此的 type 啦，然后遇到就会觉得频率也算是对的了，这个部分就没有差别。
五感啊、感官上面，就像我刚刚讲的长相啊、声音啊、样子啊、形状啊、品味各方面，一开始就会蛮合的哈。然后你们进而会因为彼此内在的东西，更加的加深了彼此的吸引力，会有哦。只能说这组，我觉得你们在一起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这边看起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只是似乎两个人要遇见要互可的那一个难度是偏高的，两个人勾住的钩子好像偏小，又要在比较远的距离要勾住，所以有一点难度啦。哦，有一点难度，但是还好有一些他人帮你们做媒、做桥梁的能量有出现。好，所以也不是要靠运气让你们两个，而是确实是有一些能量会让你们两个推进你们两个去认识。好，我看另外2张牌，因为刚刚突然这个题目出来。哇，不过这边我在看的是说，当你们两个真的比较近，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缺点要注意？就是你们两个虽然外在感官上面都还互相蛮喜欢、互相能吸引的哈，然后内在的东西也是要慢慢发掘才会喜欢的。可是你们两个有一件事情比较不那么，你们两个你们两个直觉力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了。好，就是讲白一点，就是会猜错彼此心底在想的事情，会猜错，会感受错。这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的水能量比较不太像是同一种东西，不同的液体啦，不同的水能量。好，有点热水冷水不太合哈。就只有这个东西会比较差一点，也就是说，你们相处起来有可能聊天的时候有一些拐弯抹角的话，猜不到其中的含义，话中话也比较猜不到，所以两个相处后来才会有这个部分出现了哈，才会需要慢慢的去理解内心的想法，而不是只靠外表。他这边其实是说，你们两个在外在跟内在其实都是合的，只是外在是一开始就会发现的，可是内在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发现内在的更多的吸引力，彼此的吸引力。只是说，在这一个去找到彼此内心的那一个交集点的这个路径，有很多时候会猜错，因为你们两个的水能量的样子不太相同，所以直觉性去听到话中话，或是那种耳边的低语，或是一种情感的猜测，那个直觉性不是说不强，而是你们两个不同频，所以才需要要用隐士牌花一点时间，去更深入的了解内在的啦，然后两个关系才会走得比较远。无论如何，都有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的状况是好的，但他没有保证你们两个在遇见，你们两个会不会就因为朋友的关系能够立刻遇见？但是这边有很强的讯息是说，你们一遇见看到彼此就会吸引住了。重点是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说的5个月之后，冬天的时候，真的会让你们看到彼此吗？这就是一个挑战，这也算是一个我很好奇的地方哈。但是也是整个故事的高潮迭起的一个地方啦。你就期待一下。基本上我觉得能量是往非常好的方向走去的但是就希望你要再等一下哈。你可以期待一下啦哈。那有一个特别的点是，这一个人我刚刚一直说他就在你附近。好，我不确定他也在你附近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突然有一种，我刚说就叫能量降嘛，但是我不确定你们会不会有一种突然的撞击，会有除了这一条故事线之外，会有额外的情况发生，我不确定。但你能做的，我想可以回到这张牌，他一开始就给一个线索。他为什么后面你们两个一开始遇到就会非常强烈的感觉？因为你们两个很像照镜子，你们很像 Twins 的能量，是很匹配的能量，是很匹配的能量，所以
他在你附近出现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种熟悉感，很像看到自己的感觉。他会有这种类似的熟悉感会出现，这可能是唯一的线索了，唯一的线索了哈。因为我在讲这整组牌的时候，除了我觉得刚刚翻到的那一个这一个，你们的内心的直觉，我觉得是有一种分歧性有出现，是我唯一觉得比较不合，比较像是在讲两个人的状态。但前面这个状态，我都一直觉得我在讲同一个人，所以我是不是很少讲你或他？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是你们，我都讲你们会怎样怎么，对不对？因为我一直感觉到是同一个能量，也就印证了你们两个其实是类似的能量出现。直到这里，好，前面几乎都是一样的能量出现，所以你们确实是一种 twins 的状态，所以它也没有互补，好，它也没有互补，好，只能说。也因为一样，所以你们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撞击啦。那个撞击会非常明显，会非常在意啦。所以只要让你们遇到就可以了，只要让你们遇到，能量就会强烈，就会扬升起来。好，这金星能量看到它的时候是正面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好。好，只需要你们遇到，这金星能量就会爆发，后面的东西就会出现。再等一下哈，再等一下哈。好，就这样哦。这是3号牌的朋友哈，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呢，让你有点乐观的期待哈。那我们一起期待吧，我也很希望你遇到这个人哈。那就这样，祝福你哦，谢谢你来听。